致创新，这是今年苹果发布会的主题。我刚看到这3个字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但是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看完发布会都在想，今年的新 iPhone 它创新在哪儿了？首先 ID 没有改变，这个信号呢还是英特尔的基带，这3摄很多厂商都在玩4摄5摄了。大家心里这创新2个字所代表的，估计都是潜望式的镜头、60瓦快充这类直接让人惊呼的技术。苹果是不是对创新这2个字有什么误解啊？不过这个时候很多人应该都会想到一句话，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创新。iPhone 11全系列之前我们已经做过非常详细的前期体验，外化的一些东西你已经估计看了100个视频了。这期深测咱们就聊一聊苹果把哪些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些极致在实际体验中它的实际表现又如何。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博客观真体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这次为了更全面的体验、更有代表性也更快速的测试，我们购买了2台11、2台11 Pro 和3台 Max。3款新 iPhone 的设计语言依旧还是照上一代没什么变化。ID 设计好不好看，这种见仁见智的东西，在开箱中我们已经说了不少，这就不再废话了。取消了 3D Touch， 我个人很不爽啊！这个本以为会变薄，结果11 Pro 的2款机械反倒是更厚了。iPhone 11则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无论是3维尺寸还是重量和 XR 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之前是 XR， 那你可以无缝切换。不过如果你是 XS 换到了11 Pro 系列，那就不是无缝切换了。虽然尺寸变化不大，但是重量增加了10几克，手感上还是挺明显的。Max 这边更是达到了226克，贴膜带套超250，妥妥的。日常使用还好，但是如果躺着或者是玩游戏久了，手是非常容易酸的。你看看，日常锻炼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吧，不然手机拿久了你都不一定受得了。增加的暗绿色还是非常克制的，说是绿色，不如说是在灰色之中掺了一点绿。iPhone 11则是继承了 XR 的多彩，不过相比于 XR 也要收敛了不少，明度更高，饱和度降低，看起来更加清新淡雅。这个时候你再回去看看当年的5C， 有点接受不了了吧？还有就是11取消了珊瑚色，变成了紫色，蓝色变成了绿色。不过这个绿色其实更像蒂芙尼蓝啊，咱们只是觉得好看，但是欧美人应该会更加喜欢，因为这个颜色对应的单词是幸福。今年的 iPhone ID 上最大的变化肯定就是这个硕大的摄像头模组了，在11 Pro Max 上还好，但是到了11 Pro 上就显得很不协调。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处，对吧？毕竟这么大一火疖子，几百米之外你都让人一眼认出来，哟，那人用的是新 iPhone 啊！磨砂后壳的机型你已经见了100个了，但是在同一个背板上用了磨砂和高亮2种工艺的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为了能够安放好这3颗摄像头，为了让背板更加具有一体性，苹果使用了完整的一块玻璃打造了这个玻璃背板，对于整块玻璃进行了 CAC 车床加工，车削薄摄像模组以外的地方再通过磨砂工艺从而实现这个效果。玻璃是最难加工的材料之一，硬还易碎，在打孔车削的过程之中很容易报废，但是也正是这一整块的玻璃才能打造出这种统一的背部视觉效果。一整块玻璃也增强了机器的背板刚性，同时苹果还对玻璃进行了双离子交换工艺，就是先将玻璃浸泡在高温的钾盐浴中，当浓度达到最大的时候，将玻璃移动到浓度较低的钾盐浴中。这种工艺会改变玻璃的分子结构，玻璃中的钠离子会被钾离子所取代，后者的体积更大，占据的空间更多，从而让玻璃的耐刮性更强，耐摔性也更好。不过这个专利是康宁的，而且已经用了很久。虽然还是丑，但是对比之前的曝光图以及 Pixel 4来说，苹果的这算是丑的高级吧。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摄像头的模组并不是2层，而是3层，在保护玻璃的周围还有一圈凸起的金属保护圈，这和之前的 XS Max 是一样的，但是镜头的部分就太容易藏污纳垢、沾上指纹了，再加上3个金属圈也让这里变得极不好清理。这次新 iPhone 开卖之后，只有绿色出现了溢价，其他的全部破发。但是机器到了之后，我们发现手里的3台新 Max 其中1台右下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淡黄色斑点，随后也收到了很多小伙伴发来的私信，说他们的机器也有一些斑点问题，而且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暗夜绿配色上。这可不是2-3千块钱的机械，看来新的配色、新的工艺确实给苹果造成了一些麻烦。如果你对这个要求很高，我们极力推荐你去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的平台购买，比如说官网，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不影响 iPhone 本身功能运行的小瑕疵是不能作为退换的理由的。之前有 Reno， 最近我们也见到了另外一款一块玻璃上有2种手感的机械，也就是刚刚发布的华为 Mate 30系列上的翡冷翠。华为的方案是上半部高亮，下半部磨砂，中间还是平滑过渡。无论是哪种方案，都是价格不菲，小心点别摔了。信号
应该依旧是今年新 iPhone 最大的槽点。这个今年的 iPhone 全系列依旧还是英特尔的基带，这个当然也是注定的，毕竟苹果和高通的和解是今年4月份的事情，这肯定赶不上19年的新品了。苹果已经收购了英特尔智能手机基带芯片业务，估计6年之后就能看到苹果自己的基带了。这个为什么是6年？因为苹果和高通的授权协议是6年。希望6年之后，小白测评依旧还在这里跟你聊着新 iPhone， 聊着数码，聊着科技。在去年的 iPhone 视频之中，我们就推断了 iPhone 的信号差可能是天线设计的问题。虽然国内其他同行的结论并不相同，但是和我们都有相同的观点，就是基带不是信号差的主要原因，这锅英特尔不背。今天我们也不再追本溯源，这一次我们以结果论英雄，谁好谁差，我们一起实测一下就知道了。对比机型分别是 iPhone 11、11 Pro Max 以及去年的 XS Max 以及三星的 Note 10 Plus 和华为的 P30 Pro。进行测试的时候 Mate 30和 Mate 30 Pro 还没有正式开卖啊。测试机型为全部联通手机卡，因为根据小伙伴的反映，武汉联通的信号相对都比较差。而测试内容分别是 Speed Test 速度测试、腾讯手游加私区自带的网络测试以及拼百度的封边延迟和信号值。我们首先测试的环节就是商场的负一层，不过这负一层的信号压力并不大，各家的表现和测试项都非常接近，唯独 XS Max 在和平精英的网络测试环节出现了丢包的问题，考虑人流量比较大以及丢包率并不高，初次测试大家表现算是基本持平吧。下一个场景，狗蛋小区的负2层地下车库，结果这里实在是要求太高，5台手机全部都没有信号，所以我们再往上挪一层，选择了负1层的菜市场。菜市场我也跑到了最靠里边的角落、中间和边缘卖鸡店门口等等位置进行测试。这真是卖鸡店啊！但是都很差，几台手机都不能够维持4G 的信号，经常衰落到3G。不过三星和华为还是4G 要更多一些，也能够进行测试。而3台 iPhone 一直在3、4G 上反复横跳，测试也无法正常进行。到这里 iPhone 信号差已经暴露了，最终我们转了1个小时，选择了离地面最近的菜市场路口进行测试。这5台手机都可以稳定在4G，结果非常有趣。iPhone 11 Pro Max 反倒是网速最快的一个，可以达到13兆的下载速度，而其他几台手机最多只能跑到7兆，并且最让我们意外的是，这里居然是我们全程测试中网速最快的地方。之后又赶到了我的学校湖北大学，按照联通的地图，我们找到了一个离基站很近的位置，这里5台手机的信号基本都在负80 dBm 以内。iPhone 11是信号最好的一个，有负67 dBm。虽然这里的信号看起来很好，但是跑出来的成绩实在有点惨不忍睹。5台手机没有一个下载速度能够超过2兆，甚至在和平精英的游戏测试上，除了华为都出现了丢包的问题。所以说啊，看信号格式真的是没啥用啊。还有就是你说没限速谁信呢？下一个测试地点商场人比较多的负1层，这次结果就非常明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在这里5台手机都可以非常稳定的连接到4G，但是 iPhone 这边压根儿就完成不了测试。我们多次调整了位置，手拿着、放在桌子上等等各种方式，甚至都对调了手机卡之后，11 Pro Max 和 XS Max 依然无法完成测试。iPhone 11偶尔是可以完成，同步测试下速度还是最快的。我们又给每台手机进行了独立测试，防止几台手机互相干扰的问题。三星和华为都可以跑到6兆。而11 Pro Max 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测试， XS Max 倒是可以完成1次，但是这速度，游戏测试就不用说了，华为和三星都完全正常，而3台 iPhone 的丢包率都超过了70%，而 XS Max 甚至都达到了90%的丢包率。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说句话一共10个字，你只听到了1个字，这个网络表现可以说完全无法使用。综合我们的多场景测试，新 iPhone 的总体信号质量确实还是不行。展开细节，首先新 iPhone 相对于去年其实是有提升的，主要提升在信号良好时候的下载速度，但依旧还是非常极端，好的时候飞快，差的时候甚至直接都不能用了。我个人的实际感受是，还是一如既往，我经常出现信号不好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库或者说某些电梯，还是像之前的 Max 一样需要重新连接。如果你觉得上一代的 Max 信号完全不能忍了，那这一代你依旧还是忍不了。这次的信号专题测试，我们的小伙伴在市区整整跑了1天，测试了超过数十个场景，近100次的这个测试结果，最终得到的结论，虽然不是非常专业的实验室，但是我想多少也可以说明问题了。视频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只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测试场景和结果大家也可以自行测试，我们使用的测试软件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免费下载到。对于今年的新 iPhone， 我们想说的是，无论它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的原因，这个信号表现依然还是不合格的。如果说是一个小厂受限于成本各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售价也并不高，差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苹果这么高的售价，在手机最基础的方面，它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比别人差这么多吧。
屏幕方面，尺寸和分辨率都没有什么变化，依旧还是三星提供的顶级屏幕。首先影响观感的就是亮度，11 Pro 和11 Pro Max 今年也是更进一步，从去年的 XS Max 的手动最大接近700尼特升级为现在的800多尼特。11这边屏幕的是没有升级，所以和去年没有什么变化，还是600多尼特。不过600多尼特足够在室外使用，所以今年的新 iPhone 并没有峰值亮度功能，直接亮度拉满就够了。专业参数方面 ，iPhone 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遗憾的是，我们手里这1万多的 Cameraman 软件不知为何无法连接上新 iPhone， 我们和官方的技术支持进行邮件沟通也并没有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借用一下 Notebook Check 的测试结果，对比一下可以看到，无论是色准还是色域方面都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苹果在这个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所以屏幕方面并不需要担心。其他升级方面，对比度达到了200万比1，相比上一代提升了1倍，这个基本就是为了看视频服务的，所以我们也用一段 HDR 视频实际对比一下 Note 10 Plus 和1加7 Pro， 毕竟都是三星自家的顶级屏幕，表现上都很出色，只是1加7 Pro 的最大亮度没有 Note 10 Plus 和11 Pro Max 高，所以在一些较亮的场景下感觉不够通透。在这里我们多说一句高刷新率和过场动画的问题，苹果和三星都没有90赫兹，但是我们的实际体验上他们依然非常流畅顺手，尤其是 iPhone 1加的高刷新率结合动画已经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大家不要迷信高刷新率，流畅的动画其实更为重要。某机型120赫兹的刷新率体验还是非常一般嘛。iPhone 11的屏幕没有什么升级，还是插上的那块，所以依然不支持 HDR 视频。小白测评数据库的惯例，150尼特同屏最大亮度差，11 Pro 表现最佳 ，Max 这边其次，11 Pro 表现还行吧。所以今年新 iPhone 上的屏幕它依然是目前最顶级的之一，毕竟苹果都敢叫超视网膜 XDR 屏幕了，不好怎么说得过去呢？而高帧率的话，这儿不是还有 iPad Pro 吗？这个 iPhone 的话，暂时还是不要想了。3款新 iPhone 的18项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扫码进行查看，你也可以随时对比其他机型，非常方便。都关注我们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即可。另一方面，也就是今年全线都取消了 3D Touch 这个功能，自从 6S 上发布，业界就一直保持怀疑态度。在一个巴掌大的屏幕上探索 Z 轴的触控可能性，是否真的有必要？事实是，生态庞大如苹果的开发者们也没有找到更好的使用方法。虽然早期很多使用 3D Touch 的游戏都被推到了 Apple Store 的首页，但是到了现在，支持的游戏也并没有多少。其实别说开发者了，自带的很多 App 也就只有改变排列这一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的大众认知度其实非常低，身边不太关注手机和 iPhone 的用户朋友，甚至用了手机1年之后，我告诉他们才知道，我操，还可以这样。但是像我这样已经习惯了很多 3D Touch 操作的，这次取消掉 3D Touch 之后，用户体验上其实是退步的。即便是 iPad Pro 这种苹果注重生产力的设备上，其实也一直没有加入 3D Touch。既然 iPad 没有，所以 iPhone 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取消 3D Touch 还可以让不同设备之间的体验保持一致，这在统一性上其实是一个好事儿。最终就导致了 3D Touch 它只能是一个养点功能，有了体验更好，没有了也并不缺少太多。更何况这个功能还需要增加硬件、增加耗电，转而就体现在了价格之上。根据摩根大通的报告，这次新 iPhone 的成本降低了12%，除了内存和闪存降价之外， 3D Touch 的移除也是原因之一。而这一次苹果表示，屏幕功耗方面也降低了15%，这也许也是取消 3D Touch 的功劳。权衡利弊，苹果这次就选择了放弃。完了，以后不会吃鸡了。相机肯定是这一代新 iPhone 最强调的亮点了，毕竟也没有啥其他大亮点了。我们开箱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及过，就是 ID 设计这么丑是有原因的。我们推测是有效市场最大化，简单点说就是3颗摄像头拍摄的画面重叠面积要最大化。这里也符合苹果目前所做的事情，融合。苹果希望在使用的体验上3摄宛若一体，比如相机取景条画面进行了沉浸式的处理，取景框内是实际的拍摄画面，而半透明的部分实际上是广角的补充取景。当然如果你距离太近还是会穿帮的，毕竟不是一个摄像头嘛。参数上就可以发现3颗摄像头全部采用了1200万像素的 CMOS， 焦段上也是13毫米、26毫米到52毫米。很明显，苹果希望自己是一台拥有等效13到52毫米焦段的变焦相机。这个时候有效市场最大化就尤为重要了，因为3颗摄像头毕竟是分开的，拍到的画面会有不重叠的地方，视角也会有一些变化，这就像2只眼睛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这里就需要软件算法进行实时优化，重叠的面积越大，给处理器的压力和算法的难度也就越低，能够呈现的效果也就越好，这就是性能上的最优解。所以说苹果这么做就是形式追随功能，这也就是乔布斯的坚持。 Design is not just what it looks like and feels like。
Design is how it works， 实现功能永远都是最优先级的解。这或许也可以解释苹果为何一定要弄一个丑陋无比的刘海。只是乔布斯还在的话，他或许会给工程师一句话：再想想办法。当然要强调的是，上面都是我们的推测，具体真正的原因只有 iPhone 自己才清楚，用户还是以体验为主吧。这次3摄的软件体验上非常的出色，比如在变焦几乎是无缝切换，也非常的流畅，并且 iPhone 还做了一个硕大的变焦环，配合震动，仿佛真的在转动镜头这个体验安卓阵营里是无人能及的。当然镜头切换的瞬间还是能够看出来镜头有些跳动或者色温的些许变化，只要还是3颗摄像头，切换时的卡顿基本就避免不了。无论是形式追随功能还是性能最大化，相机最终还是要拍得好。在前期的体验测评之中，我们主要跟大家对比了一下新 iPhone 主场馆3摄的白平衡一致性，还有它变焦时候的切换流畅度。没看的小伙伴可以去我们之前的 B 站频道里边翻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着重对比更深层次的3摄的分别素质为了测试这次新 iPhone 的相机，在武汉我们整整跑了1天，拍摄了上百组的样张进行对比，这还不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体验。但是也特别说明一下，这次我们在测试新 iPhone 的相机专题时，Mate 30和 Mate 30 Pro 还没有正式的发售，所以说这期视频就没有他们了。不过别着急，下一期 Mate 30 Pro 的专题测评之中，我们来一期天王山之战。OK， 先来看一下这次新增的超广角，广角是我个人的最爱啊。这个 iPhone 11系列的超广角没有畸变矫正，拍出来的建筑或者说地面都是有弧形的，观感自然受些影响。但是这样拍出来的视角要更大一些。而 Note 10 Plus 和 P30 Pro 的超广角都是经过畸变矫正的，建议 iPhone 在后期加一个矫正按钮。在室内用广角拍摄时 ，iPhone 的白平衡和曝光都比较准确，华为在某些场景会有些欠曝，并且白平衡也有一点飘，一会儿偏暖，一会儿偏冷，整体观感不如 iPhone。室外的话，三星和华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色，但是三星的 AI 还会拉高饱和度，颜色看起来非常鲜艳，甚至都有一些辣眼睛了。四者的逆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紫边情况，但是三星和华为明显更严重一些，两台 iPhone 一直都要更好。但是在拍摄大光比的场景时，记住这个大光比啊，两台 iPhone 都出现了大量的彩色噪点，三星出现了明显的涂抹，华为这边有些欠曝，但是画面最为纯净，细节保留也最多。在夕阳的场景时，三星的 AI 继续发力，天空、夕阳、地面全都给调了色，就像 PS 过的照片一样。iPhone 依旧是真实的色彩，而华为的 AI 怎么感觉像是富有化了呢？在广角的解析力上，两台 iPhone 差不多，都出现了明显的涂抹痕迹，细节丢失严重。Note 10 Plus 的画面中心保留不错，但是转到画面边缘，解析力大幅度衰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模糊，像是拍糊了一样。而 P30 Pro 的广角，无论是画面中央还是边缘，都是最清晰的，画面都是最纯净的。但是 iPhone 在高光的抑制上，在这里也比较优秀，商场里面的招牌都能看清。P30 Pro 则是一片过曝。主摄这一边和广角一样，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iPhone 的主摄白平衡和曝光依旧是稳的一批。P30 Pro 则是有些不够准确，在拍摄逆光场景时没有 iPhone 曝光控制的好，在拍摄有蓝天的场景时，三星和华为都有着 AI 优化，所以天空的颜色更加鲜艳一些， iPhone 则是更为真实。但是华为这边主摄传感器是 LYB 的原因，依旧有局部偏色的情况发生，比如灰色的台阶拍出来就是紫色的，金色的路面也还原成了紫色。但是在用主摄拍摄大光比场景时，大光比又来了，两台 iPhone 又出现了和广角一样的彩色噪点，直接是一大片，这就不如 P30 Pro 了。主摄的解析力上，四台手机都差不多，虽然说华为是4000万像素，但是4合1之后只有1000万像素，在解析力上并没有保持很大优势，但是在画面的纯净度上明显要比新 iPhone 要好。在室内场景 P30 Pro 要更清晰一些，比如说灯牌上的字，而且 iPhone 的画面里还出现了大量的黑白噪点，但是查看画面中央的指示牌， iPhone 的高光依旧压制的比三星和华为要好一些，但是在室外就正好反过来了，比如这一组长江二桥的切拉索 iPhone 还能依稀可见，三星也能看清一点，而 P30 Pro 基本分辨不出来纹理了。在长焦的解析力上，白天光线良好的场景时，无论是 iPhone 还是三星都没法跟 P30 Pro 的5倍光学变焦相比。这个单独对比11 Pro Max 和 Note 10 Plus， 11 Pro Max 的解析力要稍微高一丢丢， Note 10 Plus 的画面更为纯净，算是打个平手吧。这次新 iPhone 上还增加了一个重大升级，就是新增了夜景模式，原理和安卓类似，就是多帧合成。当新 iPhone 识别到光线条件比较暗的情况时，就会自动开启。你也可以单独点击左上角关闭夜景模式，或者手动调节夜景的曝光时长，这个体验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对比 iPhone 的普通模式和夜景模式，画面纯净度大幅提升，天空的噪点也基本全部消失了，放大画面解析力也大幅提升，细节保留更多，夜景综合提升非常明显。对比华为和三星夜景模式也不差，用老于的
话来说，应该说他们有很大的改进。相机总结，新 iPhone 的白平衡和曝光，无论是在室内室外、白天还是夜景，都是最稳的。HDR 算法也加强了，高光压制比 P30 Pro 和 Note 10 Plus 要好，但是在广角上没有畸变矫正，而且解析力上不如 P30 Pro， 主摄的解析力要比 Note 10 Plus 和 P30 Pro 强一些，长焦解析力和 P30 Pro 的5倍没法比，而且无论是哪个镜头，依旧有噪点明显的问题，画面纯净度不如 Note 10 Plus 和 P30 Pro， 新增的夜景模式提升巨大，以前是拍不到，现在是不仅能拍到，也能拍好了。总的来说，这次新 iPhone 的3颗镜头素质都非常不错，而且3颗镜头在软件体验上的融合是相当的棒，不由得期待跟 Mate 30 Pro 的对比结果了。录像也是这次 iPhone 巨大的升级点之一，在白天光线条件良好的场景时，华为的色彩和对比度都有些偏低，观感上不如 iPhone 和 Note 10 Plus， 画面的曝光控制上 iPhone 明显控制的要更好一些，三星 Note 10 Plus 和 P30 Pro 都有一些过曝，而 P30 Pro 的饱和度还偏低。在拍摄有强光的室内场景时，4台手机的镜头都会有反射的光斑，2台 iPhone 要更加明显一些。在用广角拍摄大逆光的场景时，这时候差距就拉开了，2台 iPhone 天空的云彩都拍摄了出来， P30 Pro 能够看到一点云彩，而 Note 10 Plus 则是白茫茫一片，连天空的蓝色都变成了白色， iPhone 的宽容度明显要高很多。视频防抖方面，在剧烈运动时 Note 10 Plus 有单独的防抖模式，开启之后主摄切换到广角的画面，稳定效果非常出色，像用了稳定器一样，而2台 iPhone 的防抖就好像没什么升级，和 P30 Pro 一样抖动剧烈，根本没法看。大幅度的晃动时，三星的防抖是稳赢的，但是没想到在正常走动的时候，最稳的 Note 10 Plus 竟然诡异的出现了一些抖动，而且抖动的频率很高，像是没有开启防抖一样，但明明已经切换到了广角镜头了，而反倒是另外3台机器画面最稳，三星这个算法在这肯定是出现了 bug。 在暗光场景录像时， iPhone 的曝光依旧是控制的最好，三星有些欠曝，华为有些过曝， iPhone 的宽容度依旧是最高的，比如说这个龙虾，4者的环境曝光一致，但是2台 iPhone 的龙虾都更诱人一些，而 Note 10 Plus 有点过曝， P30 Pro 是完全过曝。但是新 iPhone 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小 bug， 比如说这一段画面猛地闪了一下，像是 HDR 突然不工作了，然后矫正了一下又重新工作了一样。在极限暗光录像时， Note 10 Plus 的画面出现了大量的噪点， iPhone 和 P30 Pro 画面都非常纯净，且 iPhone 的画面也更加自然一些。另外 Note 10 Plus 还出现了对不上焦的情况，另外3台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录像环节总结，如果说拍照上 Note 10 Plus、P30 Pro 和新 iPhone 都能打个有来有回，那么在录像环节上就是 iPhone 稳赢了，无论是画面的宽容度还是曝光控制还是白平衡，都比 Note 10 Plus 和 P30 Pro 要强很多。 Note 10 Plus 就一个防抖做得非常好，结果还有一些小 bug， 看来安卓唯一能打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 Mate 30 Pro 身上了。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我们频道里大量的现场上手视频其实都是由 iPhone 来拍摄和剪辑的，体验都非常不错。今年的新 iPhone 前置又加上了广角，地表最强 Vlog 神器已经无疑了。续航环节，尤其是 Max 这边提升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电池容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969毫安时，其实就是4000了。这次能够做到这么大的电池，主要得益于电池由之前的2款连接在一起的 L 型电池做成了一体化的 L 型电池。对于电池的生产难度极高，苹果是怎么突破这个工艺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另外还有就是主板也进一步缩小，取消了 3D Touch、A13 都对续航上有帮助。新 Max 这边相对于上一代提升了将近800毫安时的电池，当然电池厚了 0.7 毫米也是主要原因。iPhone 11 Pro 和 iPhone 11相比于上一代都有一些小幅提升。这次为了公平的对比新 iPhone 和老 iPhone 的续航数据，我们把去年的3台老 iPhone 又升级到了最新的 iOS 13.1， 负责数据库的小伙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全部进行重新测试，赶紧3连投币吧。3款新 iPhone 数据库的排名，3小时续航中 iPhone 11 Pro Max 排名第3，这是以前 iPhone 连想都不敢想的成绩。iPhone 11 Pro 的排名由之前的 XS 70多名上升到了第17名， iPhone 11则是第31名。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中 iPhone 11 Pro Max 依旧非常强势，数据库近80台手机中排名第6，续航成绩非常优异。但是11 Pro 和11就没有那么强了，分别位于46和52名。而3台老 iPhone 升级到最新系统之后，续航均有不同程度的退步，当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游戏画质提升了。今年主要是 Max 在续航上提升巨大，实际的日常使用中，中度使用1天回家还能够剩余20%多的电量，如果要是比较重度的使用的话，能够坚持1天。而11和11 Pro 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续航提升真的不是很大，出门还是要带充电宝。
说到充电 ，iPhone 11 Pro 和11 Pro Max 则是破天荒的标配了18瓦 PD 充电器。上官网查了一下，这个充电器卖200多块钱。苹果今年是加量不加价啊，良不良心，敢不敢动？实测0到100%， iPhone 11 Pro 耗时95分钟 ，iPhone 11 Pro Max 耗时107分钟。虽然说都上了快充，但是排名上依旧是中等偏下。国产机在充电上领先苹果2-3年啊，但是 iPhone 11依旧是5伏1安充电器。数据库的小伙伴强忍着要砸充电头的冲动，又测了2遍，充到100%都是用时206分钟，快3个半小时了。而如果换上18瓦的充电器，108分钟就可以充掉100%，那么对比下来18瓦确实要快很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给 iPhone 用户强烈推荐小白优品商城的快充套装，原厂数据线加18瓦 PD 充电头仅需189元。如果你对原厂配件有要求，那么原厂充电器加原厂数据线套装只需要279元，整整比官网便宜了109元啊！恰饭完毕。你以为苹果很良心，送的充电头能以最快速度充满 iPhone？ 那你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实际上，今年的3台 iPhone 都支持更大的充电功率，原装的18瓦压根就到不了这个功率。当我们使用苹果笔记本的30瓦充电器给3台 iPhone 充电时，最大功率都能达到23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11 Pro Max 的充电速度甚至半小时要比18瓦的充电器多充入8%，但是因为苹果的涓流充电比较长，也不知道是什么调度原因，反正最终充掉100%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更高瓦数的充电器主要优势在于短时间内更快速的充电、应急充电之类的啊。苹果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苹果呀。性能方面 ，iPhone 11全系列都搭载了 A13 Bionic 芯片，这个处理器就不用多说了，上秒天下秒地，中间秒空气。在实际表现方面，如果抛开5G 的话，领先骁龙和麒麟至少1年半。这颗处理器的详细测试和跑分，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在视频里边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你都可以扫码查看。在实际表现方面，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 ，iPhone 11 Pro Max 相比于上一代速度大幅提升，3次平均耗时92秒，数据库总榜排名第3。iPhone 11 Pro 和 iPhone 11分别是98秒和100秒。虽然说在秒数上反应速度没有安卓快，但是兼顾了速度、动画和系统流畅度。很多安卓旗舰速度非常快，但是动画细腻的流畅度上并没有 iPhone 高，软件体验上确实还是 iPhone 要更好一些。这次11 Pro 和11 Pro Max 主板进一步缩小，而且依旧是双层主板，集成度再次提升，还没有散热铜管。很多人都比较担心手机发热的问题。对于这个疑问，我们把3台新 iPhone 和去年的 iPhone XS Max 以及1台85 Plus 一共5台手机同时测试和平精英。因为3台新 iPhone 还没有适配好，帧率只能开到 HDR 高清加超高，所以这次我们统一降低标准到超高帧率。测试环境室温25摄氏度，5台手机统一观战，连续1个小时，每隔20分钟记录一次正反面最高温度，一共记录3次，屏幕全部都调到450尼特的高亮模式。可以看到 iPhone XS Max 的温度最高，正面突破了50摄氏度，3台 iPhone 的正背面都集中在44到47摄氏度之间，3台 iPhone 的正面都比背面低了2-3度。发热相比于去年的 XS Max 要低一截，但是温度最低的还是有轻弱版的 Nex 3。耗电这边，vivo Nex 3耗电17%， iPhone 11 Pro Max 耗电18%， iPhone 11 Pro 耗电20%， iPhone XS Max 耗电25%，而且还降低了亮度。iPhone 11也是耗电25%。虽然说11 Pro Max 和 Nex 3耗电量差不多，但是11 Max 的电池小了要将近500毫安时，换算一下苹果的优化是相当了得。王者荣耀11 Pro 和11 Pro Max 都能开到最高画质，但是11因为分辨率不够的原因，只能开到高清分辨率。是的，5000块钱的手机分辨率不够，你没有听错。3台 iPhone 还依旧继承了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机身发热严重时，屏幕依旧有降亮度的情况发生，非常难受。性能总结，3台新 iPhone 得益于最新的 A13 处理器，性能、功耗、发热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虽然主板更小了，但是同等压力下发热比上一代要更低，因为目前的和平精还没有适配，开不到极限帧率，所以超高强度的压力测试到适配之后，我们将会下期的 Mate 30和 Mate 30 Pro 的测评之中详细对比麒麟990和骁龙85 Plus。 A13 这次的最大提升，其实在相机环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2个重点 U1 芯片和 WiFi 6，发布会上还有苹果压根没有提，只在 PPT 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U1。虽然苹果没有提，但是 U1 或许是苹果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创新。在苹果官网的介绍页之中，苹果写到了 U1 芯片采用超宽频技术，让 iPhone 11 Pro 具备空间感知能力。首先，这里的超宽频技术全称为 UWT 什么，也就是 UWB。这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军方用途。顾名思义，超宽频的特点就是带
宽很宽，而 FCC 给 UWB 的定义就是一个拥有超过中心频率20%的相对带宽，或者拥有500兆赫兹以上的绝对带宽的无线电系统。不太好理解是吧？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如果是日常使用的2、3G 网络的带宽大概这么宽，那么超宽带的带宽就是这么宽。与蓝牙和 WiFi 相比， UWB 的优点就是反应快，速度都在纳秒级别，其次就是抗多镜能力强，不容易受到干扰，这就让 UWB 成为室内定位的最佳选择。而 UWB 定位还分为 TOF、TDOA 和 PDOA 不同的方式，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做复杂解读了，因为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从苹果提交的数十个专利就可以一窥端倪。简单来理解， UWB 就是利用了三角定位法，通过信号到达基站的时间差来判断出位置。再简单一点理解的话，就是为什么你能听出来有人在你身边的哪个方向进行说话呢？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到达你两耳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从而你就判断出这个人说话的大概位置。这个技术除了苹果目前支持的隔空投送之外，还可能为了匹配苹果的追踪器配件，外媒从 iOS 13的代码之中发现了这些信息。当然，让隔空投送更好用，支持追踪器，这些都只是开头。举个小例子，未来的苹果智能家居系统如果都有这个技术的时候，用手机当万能遥控器，无需手动寻找，你的手机对着哪个智能设备，手机会精准识别方位，弹出不同的操作界面，想想是不是非常方便？就像是 iPhone 11介绍页写的，传起来、找起来、玩起来都更精准。所以苹果在未来很可能会开放接口提供给开发者，从而打造不一样的 AR 游戏。不过目前除了 AirDrop 指向 UE 在新 iPhone 上，还没有别的什么使用场景。说完 UE 芯片，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WiFi 6。那么 WiFi 6升级了什么呢？首先就是速度，理论上最大 9.6Gbps， 作为对比 WiFi 5的速度是 3.5Gbps， 但是这是在8×8 MIMO 下才可以达到的速度，手机肯定是放不下这么多天线的。不过目前的手机逐渐支持了4×4 MIMO， 那么理论上最大就是 4.8Gbps， 依然要比 WiFi 5快很多。不过你肯定是体验不出来的，因为你家的网没有那么快。WiFi 6最大的升级也不是网速的提升，而是多设备接入的网络稳定性。家里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在人多的商场、饭店等地方 ，WiFi 6下你的手机联网会更加的稳定，而 WiFi 5就要看你的手机强网水平怎么样了。不过想要体验 WiFi 6，除了手机端支持之外， WiFi 路由器也需要同步升级支持，所以也不用着急，该来的时候自然就会来了。更何况现在的 WiFi 6路由器普遍都比较贵。iOS 13我个人的使用感受除了增加深色模式之外，还有一些细节动画，其他感受并不太大。我估计你已经看了很多 iOS 13的功能汇总了，比如抖音上有个叫小白测评的账号就做了很多。这里我们是着重提一点，就是 AirDrop 的速度提升，因为我们工作室长期用这个功能来互相传文件，感知最为明显。我们将 iPhone XS Max 和 iPhone 11 Pro Max 都升级到最新的 iOS 13.1.1 系统，先用一台苹果电脑向这两台手机 AirDrop 1.56G 的一个视频。iPhone 11 Pro Max 最先接收完视频，用时42秒，而 XS Max 这边比它晚了27秒，用时1分10秒。接着我们再用这两台手机分别向这台电脑 AirDrop 1.56G 的视频，电脑接收11 Pro Max 发送的视频，用时38秒就接收完毕了，而 XS Max 这边用时了56秒多。另外一个就是没有 5G， 相信这次新 iPhone 没有上 5G， 很多极客是非常纠结啊。关于国内 5G 现状的视频，其实我们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体验，你可以去频道里边翻看，了解一下目前国内 5G 的体验现状。这次新 iPhone 没有 5G， 让你纠结犯难，到底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之前也发过非常详细的文字，你可以关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苹果 5G 这几个关键词，到底怎么买，我们分析各种案例，给你一个最终解答。视频就太长了，这就不再多说了。微信公众号回复苹果 5G 即可。
5G 时代。开始。老子今天一定要抓了你！维克，戴眼镜。好，对，这个羊头羊得很好，手机拉出来，手机拿出来，手机。啊，对，yes yes，OK。nice。手摆起来。对。慢一点，大哥，我这没有稳定器啊。好，慢点走。好，慢慢走。慢一点，伟哥。